在新加坡，土地从来不是一张平面图，而是一个被反复折叠、反复计算的多维魔方。在玉郎岛海平面下130米，藏着另一套维系国家运转的系统。很多人以为新加坡的空间扩张只靠填海造陆，其实真正的重头戏是往下挖。一个土地极度受限的小岛，为什么要把关键设施藏到地下130米深处？今天我们来看看新加坡是如何把空间限制转化为长期战略规划的。在新加坡生活久了，你会发现本地几乎所有的政策讨论，最后都会回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土地够不够？祖屋要地，港口要地，工业园要地，数据中心要地，连垃圾和水处理设施也需要地。过去几十年，新加坡常见的做法是填海造陆，这确实有效，也塑造了今天很多大家熟悉的地标。但填海不是无限可复制的。第一，填海需要大量砂石，而砂石供应牵涉到复杂的周边环境压力和外交关系，供应一旦收紧，成本就会上升。第二，越往后填，越要面对海洋生态、海平面上升和海事航道等更复杂的约束。第三，新增土地未必适合承载高风险设施，像储油、化工等系统放在地表，会占用极其珍贵的空间资源。所以你会发现，新加坡的空间规划已经悄悄转向。以前是怎么把海变成地，现在是怎么把地下变成公共资产。这个转向意味着基建不再只是满足城市运转，而是在主动构建储备空间。对没有腹地的小岛来说，地表越紧，地下就越像第二层土地。玉郎岛岩洞就是一个信号。横向扩张接近边界后，新加坡开始用纵向设计重新定义发展空间。接下来我们看两个具体案例。先看第一个案例，玉郎岛岩洞，也就是常说的 JRC。 它位于地下约130米深的岩层里，核心价值是把原本必须摊在地表的大体量能源设施压缩进稳定岩层内部，这在新加坡意义非常大。地表储油罐有2个天然限制，占地大且暴露在外。在玉郎岛这种高度集中的能源节点，每一块地都是能直接转化为高附加值制造能力的战略资源。把储油设施搬到地下，本质上是在做一次空间重组。公开资料显示，它能节省约60公顷地表土地，相当于84个标准足球场，这是巨大的产业筹码。此外，岩层本身就是天然屏障，温度和外部环境更稳定。对于能源储备来说，安全防护是核心需求。很多人谈能源安全，只想到进口来源，却忽略了关键物资存放在哪儿。放在地表是普通库存，放在地下则是储备空间。当地下储存能力增强，地表工业空间被释放，整个能源枢纽的运转效率就被抬高了。接着看第二个案例，深层隧道污水处理系统，也就是 DTSS。 这个项目体现了新加坡基建的务实，因为它把水循环系统做成了高效率、低占地的长期设施。传统污水系统是分散式的，地面管网容易碎片化。新加坡则是把污水通过深层隧道汇集到集中处理设施，最后进入回收再利用体系。好处很直接。第一，地面污水处理厂可以逐步整合腾退。第二，地下深隧道依靠重力输送，减少泵送需求，效率更高。第三，污水进入了可回收再生的循环逻辑。这里最关键的不是隧道有多长，而是它释放出的大约150公顷地表土地。这意味着未来可以承载更多新城市功能。所以地下空间在新加坡从来不是备用空间，而是优先级很高的规划层。日本的 GCANS 更像极限防洪设施，而新加坡不仅重视安全，更注重把地下变成资源转化器。能源放下去，地面释放出来，污水走下去，
水资源循环起来。当能源和水都往地下迁移，下一步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自然也会往下走。储油岩洞和深层隧道解决的是能源和水这两条传统命脉，而新加坡接下来真正要面对的是数字命脉。随着算力需求成倍增长，数据中心需要庞大的机房、供电和散热设备。新加坡一直是区域数据枢纽，但有一个明显的物理短板：热。常年高温高湿意味着数据中心要花很大力气去冷却。熟悉云基础设施的人都知道，冷却直接决定了运营成本和能效表现，这会影响整个岛国对高能耗数字产业的承载能力。因此，地下数据中心这个方向越来越值得关注。地下环境相对稳定，更容易形成可控的热管理条件。政策讨论提到，地下部署有望带来 20% 到 30% 的冷却能效优势，这意味着同样的电力输入可以支撑更多计算，在同样的土地约束下，可以容纳更强的数字基础设施。因为 AI、金融科技、生物医药研发，最后都离不开数据中心这层基础设施。你可以把地下储油岩洞理解为能源时代的地下金库，那么地下数据中心更像是数字时代的隐形发电厂。但这里会遇到更棘手的问题。在新加坡，地下已经有密集的地铁、排水、电缆和通信管线。今天往下挖，不是只和岩层打交道，还要和这座城市过去几十年的基础设施历史打交道。最怕的不是施工慢，而是以为下面是空的，结果全是关键节点。挖断一条主干线，影响的可能是整片城区的运转。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地下开发必须叠加数字能力。Virtual Singapore 的价值就在这里，它不仅是 3D 地图，更是一个城市级数字孪生系统，把建筑、交通及部分地下管网信息整合到一个可模拟的系统里。这个能力的关键在于预演，隧道从哪儿穿过，地下既有管线会不会冲突，如果等到现场再解决，代价会非常高。数字孪生的意义就是把代价前移到模型阶段。对于空间密度极高的新加坡，这种能力几乎是地下开发的前提条件。现在的基建越来越像物理工程加软件系统的混合体，地下空间越复杂，越需要高质量数据和仿真能力。新加坡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在往下挖之前，先把地下变成一个可计算、可管理的空间。当地下空间从未知变成可建模资产，它就成了下一轮产业规划的重要方向。如果把今天这几个项目连起来看，大家会发现，新加坡的做法是把空间限制转化为重新规划空间的契机。地下130米的储油岩洞解决了能源储备空间，深层隧道系统优化了水循环并释放了土地。未来探讨的地下数据中心瞄准的则是算力时代的基础设施。表面上看是在挖地下，实际上是在为一个小岛拓展原本缺乏的缓冲空间。新加坡基建很少靠口号取胜，更多是把现实的限制一层层转化为长期的能力。土地不够，就在深度上做文章；资源有限，就想办法提升系统效率。你觉得未来还有什么关键设施会继续往地下迁移？是能源，是算力，是物流，还是医疗与生物样本库？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判断。如果你喜欢这种从本地视角出发，去看科技、基建和城市规划如何交织的内容，可以订阅频道，顺手打开小铃铛，